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告白？谁将要告白？这是最多人看的一个项目哈，所以这个题目通常都会讲比较细节，讲比较久哈，比较多方向一点。好，来，这是今天两张牌哈，那我会把这两张牌的牌意写在这里好，然后你大致以你的现在需求的取向去选，思路会简单一点。那你也可以看完之后就选图样哈。好。那给你们一点时间。好，那大致上就这样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告白？谁将要告白？哈，来看一下，我要用哪一组牌来翻哈？这张牌这一次吸引我，来一样哈。好，哎呀，怎么打开了？没关系哈，我先平静一下，有点急躁哈。来，先从这5张来。好，通常我翻的第一张牌就是我们要寻找他现在跟你的关系，或是他的距离啦。通常第一张牌我都会比较容易确定他现在跟你的关系，然后确定他的位置。所以今天是金币2的关系的话，我必须说他跟你有蛮频繁的交流、连接、对话。如果是工作上的话，有工作上的合作，谈 case 或什么，你们已经除了彼此的真正的性格之外，你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互动了。为什么我说彼此的真正的性格之外？因为这张牌它没有谈论所谓的内心的真正的想法这件事情啦，但是它代表了很高度的和谐性跟正在和谐，正在和谐、正在调整的一个讯息，正在平衡。它代表的是2个不同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质量、不同的类别，正在进行一种同等的平衡。就像我常讲的，10公斤的棉花，10公斤的铁。也因为这样，你们需要非常近距离的频繁的对话，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调和状态，才有机会调和嘛。就像2杯不同内容的液体，水或油，要倒来倒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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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他们无法调和，不和谐，但是你会一直在近距离这样倒来倒去、倒来倒去的时候，在某一种感觉上，你觉得他们是一样的东西，它会在某一个瞬间的时候，2杯东西会达到相同性。虽然它还会慢慢的回归到你原本的样子，但它终究也有协调跟平衡的瞬间，或是一小段时间。那这一张牌就代表了你们现在其实就有一个很高度的互动了。所以这个要告白的人他出现在你面前的频率还算蛮高的。只是这张牌，在这个位置上，他没有暗示太多所谓的为什么喜欢你，你喜欢他什么，或他喜欢你什么。我必须要收回刚刚我说你喜欢他什么这句话，要收回。我觉得你这个方向没有特别这一个感觉，你没有特别这个感觉啦。我也觉得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觉得好像不太融入这个题目哈。所以你们之间有那一丝的对彼此有特别的好感吗？在第一瞬间，或是现在你们互动的时候，有这个好感吗？这张牌是看不出来。等一下我再看一下。但我一直被推促着叫我多翻2张牌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哈。那看一下。看如果是这2张的话，当然也是这发觉。不确定。那我觉得他有
很接近的几次机会，曾经要对你做出一些会让你感受到，会让你察觉到他喜欢你的一些动作，而且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可是这2张牌是为了要补助这个位置，那我必须说他做过了，只是你没有感觉，你没有发觉到，所以他现在收起来了哈。因为以圣杯5的概念来说，他会有做没做，有做没做这样子的一个徘徊，要表达不表达，要表达不表达的这个情绪的徘徊这样。那因为是权杖8，所以我确定他有表达过，可是次数非常少，有可能就1次了，因为我只看到一个非常坠落的讯息，非常强烈的讯息，就大概1次不到2次，所以我觉得他有表达过，然后你没有感觉到，所以他从那1次之后就有点收了哈，就变成还找不到机会，还找不到方法哈。那这就是他的功课了哈，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慢慢会浮现，慢慢你会知道。你看，你今天读完这张牌之后，我想选择1号牌的朋友，慢慢有人会发现了啦。发现是他，因为这里被暗示了哈，我觉得你们被暗示了。在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总算有一些成果了，这份相处有一些成果，而且他应该有蛮常找很多理由跟机会去创造跟你聊天的机会。我必须说，这一组我大部分的画面场景都是在工作状态，所以他会借由工作谈论聊天的机会来靠近你。但我还是必须说，他现在把他对你的喜欢藏得非常隐秘，非常难发现。因为他好像在你们的相处里面已经得到某一个程度的满足了，然后他的直觉上也确定没什么成功率，就是跟你告白也没什么成功率。现在哈，但是他离你的距离很近，这一点不用怀疑哦。那所以从这张牌，我再看一下一些别的东西哈。你们的关系会变越来越好，然后有可能会有工作以外的时间约出去。这里其实有在偷偷说，你们有机会拖出工作关系变成朋友关系啦。我这边刚得到一个很瞬间的讯息，说工作只是一个媒介，甚至你们也不用谈论什么合作或什么，工作只是让你们2个认识的一个媒介。工作其实不重要，好像是要创造之后你们的相处，这个更为重要。那这只是其中一条路，但不代表是唯一的路。我另外一边，我反而觉得工作的比例比较高。我觉得你们的互动大多是在一种类似工作的环境，或是就是工作的环境在相处聊天啦。那从朋友的关系慢慢培养感情的，我觉得这不是前半段前面的一个模式。所以目前是这样哈，我尽量不要过多的重复解释哈，我都差不多讲到点，就让你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哈。来，现在来说，我很意外他出这张牌啦。或者说现在来说，你们的如果要走向爱情的这个感觉的话，是停滞的，没有要往前走，没有进展的。那不是不好，而是现在先这样子而不是现在只能这样，而是现在先这样子。因为至于这张再加上这张，这个大跳跃之间有点像是从比较低端到比较高端的这边都在强调一个所谓的协调性。我们等一下翻这张才知道它到底要协调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一点就会知道。以这里来说，我就觉得现在的关系的没有要往前停滞状态，是确实有一些感受上能量上正在达到一种协调。白话一点讲，就是现在不是告白的时机，而且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然后很不适合去讲个人的喜欢与否的问题。那这件事情，我想在这张牌里面已经说了，他是有敏感的感觉到的，所以我才说他现在
退了，然后不会没有表达嘛，那这边也证明了，现在确实以现在最现实、最靠近你的状况来说，我只能说近期他不会先告白，近期他不会先告白。来，我看一下，这张也是除了停滞状态之外，好像他也封锁了任何有可能让你发现他喜欢你的状况。这个前面我就已经讲了，只是这里再确定一次。可是这里确定出的这一次，其实在讲一个重点，就是你们之间的他有感觉到，我觉得这个是他感觉到，除了他对你的感情之外，有其他的事情啦，是处在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需要等到一切变得比较平静。这里在讲的是说，你们两个的现在这个故事线，并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还有其他人工作的伙伴或讨论的事情要去接触到很多人这样子。你们的专注点在你们这份关系上面，并不是感情然后，我想他也因为在这张牌，我确定他有跟你表达过，而且暗示的非常不明确，然后你也没接收到。这一次之后，他就觉得，只要你们还有一层别的关系，譬如说工作合作关系，他就不应该，也不好跟你表达他自己内在的那一个心思。可是从这里看得出来，这个能量的蓄积会达成，他下一次跟你告白的时候，那个能量很大。你仔细看这边，除了这个火能量之外，可是这个火能量已经拖出了跟我等一下讲东西没有关系之外，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他觉得没有火能量在告诉我说，他会突然就告诉你说他喜欢你，没有。可是很奇妙的是，这里的水能量却告诉我说，他会在某一种直觉非常强劲的一个瞬间，突然推出他告诉自己说，现在就是要讲的时间了。所以这个人会在很特别、很意外的状况里面，突然说，告诉你他喜欢你很久了。那更奇妙的是，我先放我再说。更奇妙的是，你好像不意外，因为你们的关系一直都蛮好的。但是我必须说，你们的关系即使再好，但你们也都还不是成为朋友，你们还不算是朋友。那我对于朋友的定义是，你们有交换内心的秘密。有一种朋友上的信任，我觉得那个才是朋友，不然其他的都只是认识。有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分类，你认识他，但他是谁的朋友？他其实不是你的朋友。所有的朋友是你们能交换秘密，然后请帮忙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力量，就是我想帮他，这个才叫做朋友。其实大部分都是要叫做认识。对于这样子要解释牌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个关系上的层次，你们要再分得更细一点，不然会表错情，不然会感受错人。那我觉得啦，我自己是这样设定说，要成为朋友前，大部分的人都只是认识。你可以试着这样子想就好了。那如果你遇到有些人，只要他认识，他就说他是他的朋友，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搞得很清楚那个人跟人的关系分际啦，差很多啦。我觉得还是差很多。那这边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观念的话，你可以试着去想一下。如果你觉得反正大家都认识，都是朋友的话，也是可以啦。可是真的发生一些事情或者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会发现，谁是朋友，很快就会浮现出来了，好吗？这是一个小小的经验分享，但是以今天这题没关了哈。我只是要告诉你说，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其实他只是在认识而已。在工作上，也许你们是朋友，但是他只是一个互助关系，因为他有一个前提。你们必须要共同为某个东西所努力跟创造的关系，他会是在这份工作底下结束之后，你们还会约出去聊自己的心事、家人、各种的朋友嘛？可能还有一点距离。现在你跟他就是这个关系，但很奇妙的是，我要讲这个很奇妙的是，当他跟你告白的时候，你反而不觉得这个有越矩，或是跳太远，创造一个全新的关系，没有，因为你们的相处一直有一种很奇妙的融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把它找出来，告诉你说是他，因为你们本来的能量上面就是要往爱情的方向走，而且很契合啦。为何我觉得很契合？因为我在金币8这边看到了，他在这个牌位告诉我说，从宇宙的角度，从他所在的非常遥望的角度，水星、冥王星、天王星的那么远的角度，甚至更远了的角度观看的话，他如果给你一个总结，他是觉得可以期待，可以等待，是有好结果的。他的付出，他的靠近，他的
创造你们关系之间的好感，这些都会有好的收获。角度是这样子。那只是我比如说这里1、2、3这3张牌都定义了现在的关系是静止的，现在的关系是否要进入更好的关系是没有往前走的，是没有。但能量是好的，因为现在需要这样。现在并不是你们2个内在平静宁静状态的时间点来创造一个空间用于告白，现在不是。现在还有很多的杂质这样。我觉得有趣的是，我发现这一个人的直觉很强，他也明白现在不是那个时间点。好，来看一下。我好奇着这张了，我再帮这张再翻2张看一下哈。因为至于这里的所有水能量，我觉得他这边给的水能量最大、最复杂，我觉得很奇妙。因为他本身这张牌不会给予这么大的水能量的讯息给我。我再分2张牌把它看清楚。31次、2次9，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在这份关系上。第一，因为我不认为你愿意察觉他是谁。好，你看我这个句子很特别哈，我说你没有很愿意察觉他是谁，你只有好奇。好，这个是有差别的，你可以仔细想一下哈。那这份圣杯3的水能量，我觉得这次给的是他，不是给你。这张牌给的是你。我觉得这张牌给的是，当你知道他要告白的时候，其实你没有那么惊讶，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在之前们相处上就已经感觉到不错，所以这份告白不会让你觉得怎么是你这样子哈。可是这个圣杯3给的是他，我要给的是什么？他很早，更早就知道他可以跟你有非常复合式的关系，合作的工作朋友。工作同事，或是生活上的朋友，或是成为恋人，他在跟你的交谈里面的那个愉悦、跟快乐、跟顺畅，他就已经知道你们是适合的，然后才喜欢你。可是目前啦，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第一时间。其实这边2张牌暗示我说，他其实刚开始发现他跟你感觉还不错，他对你有喜欢的时候，他就已经很快速的跟你表达了。我终于知道这个快速多快了，他就已经有跟你表达跟暗示，他就发现你好像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反应，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不喜欢他。可是他心里又有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就是说明明我们很合适啊，可能现在时机不对，现在也不确定，所以再等待就好了。所以他在你们2个之间，对于感情的敏感度，他设了一道墙，然后他把这个感觉先守住就好了，不要跑掉。那他其实没有特别去观察你，他是完全靠直觉跟直觉所培养的热情，知道你们2个是合适，跟他知道他有多喜欢你，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这个感觉。那他有在等待那一个要告白的时间吗？有，他一直在等待，只是现在他非常。我觉得他是可能他的人际关系的经验也蛮丰富的啦。他很明确的知道，他就是知道不是现在，他就是知道要再等。好，来，我再看一下2张，好，我用这张2张，我来针对一个问题来问好了，就是他如果现在就告白，这个时机是好还是坏？虽然我们已经有点知道时机是不好，可是我想知道到底为什么不好大家看一下，水能量还没完全出来然后还有你还没有察觉他还没有察觉他还没有确定你对他是喜欢的然后你这边因为这边这3张都是他的角度，发现他想确定一下你有没有可能会喜欢他这个点，他都还没有收获那3张都很不确定你的感觉以至于他现在没有那一个自信跟你告白这里都是这样。
只是这里有一点点时间讯息啦，时间讯息说再等一下，时间讯息上也说再等一下，毕竟能量很小哦，在他那边出现就是不强。我觉得这些都不强，而且时间线还要再等一下哈。你有想去的地方、想去的远方是可以到达，但是还在路径上哈。那我比较在意这张哦，这张恶魔牌，我觉得他给的是一个，就是你们说的有点逆位牌的讯息啦。我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告诉我说，他现在处于一种他自认为是单方面的喜欢，而且他心里觉得他一定会被拒绝。可是这边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喜欢很强，浓度很强哈。我只能说，他现在只是先不要告白，而不是他不告白，是先不要告白。他现在处在这个状况里哈，没关系，这个还是可以翻了哈。还有另外3个角度的位置来看一下哈，什么时机好？如果现在我要翻的这3张牌是让他看，让他知道什么时机好，哦的3张牌，好，虽然是我们看，但是我们也好奇一下哦，什么时机好的3张，好，这一张，8、7，有没有新的关系之后才是告白的好时机？所以这个前面其实就说了，但是愚人牌讲的更明确，他说要在新的旅程上告白才可以啦。所以现在你们的关系卡在工作环境里，我觉得这组就是工作环境里哈。那如果你选择要牌的朋友，你没有这样子常常要遇见开会的朋友，然后什么的，那这组可能就真的不是你的哈，这可能是属于另外一区的人哈。有的时候我会多做一些比较润饰的解释，告诉你说你这边有得到一些启发。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还是直接把区域框起来，就是这一组有非常强烈的工作环境的人啦。哦，如果没有，那就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这个方向哈。但我等一下再补充，如果它不是工作环境上的话，它可能会是什么？那我先回到工作环境上，就是你们有可能在这个工作结束之后，这个合作结束之后，我先说，你们可能不是同事哦，你们不是那个每天上班一起遇见的同事，你们是不同地方来的谈事情的人哦。那也必须这个工作跟这个谈事情结束之后，新的旅程就开始了哦。然后他会有一个主动性，他不会因为这个工作或是这个之后就远离你，他后面会有比较多的其他的邀约，所以他会把这个连接起来。所以要在之后关系变比较和缓了，比较内容比较改变了，然后有一些生活感的东西。所谓生活感，就是你们有约出去吃饭啊、逛街呀、这种的，从基本朋友开始做起。还有我刚刚说，有开始交换一些自己的背景跟生活的秘密之后，他才有那个告白的机会。所以他不是近期的。哦，他不是近期的。那很可惜，这一份工作合作关系，我觉得还在中段，或是在中段以前，还要等一下。那你就当做是让他累积更多的要告白的机会就好了哦。那我刚刚说，如果今天这一题不是在讲工作环境上的这个人，那他还会有什么？他当然就只有生活上的、你的朋友关系上的，或是你的同学。只是这个讯息非常薄弱。我必须说，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那你们要怎么告白？我觉得就是很小，只有非常小的能量，说可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然后让你们两个变得很靠近。还有一个讯息是，它可能会让你们两个不得不花一个时间，让你们聊起天来。打个比方，譬如说，今天大家有一个聚会，一起出去玩，好，这是生活上的。可是突然有人说要去买什么东西，有没有人要去便利商店帮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一起去了。你们在这个一起去的阶段之后，会有新的对话内容，会有新的关系内容，因为脱出了你们原本的世界，变成两个独立的空间里的时候，他会去创造那一个内容。那
相反的，也有可能大家都不见，只剩下你们两个在餐桌上，所以两个就聊起天来讲。它有一个被迫性哈，让你们两个不得不开启新的话题。这个，不过比如说这个讯息能量，我觉得非常非常小哈。我有一点像是伸手去在很深的地方把它抓出来的讯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强制置入我这边讯息的，它是我自己去寻找的。我觉得这讯息能量就比较少，可是还是讲给你们听，你感受到一下。那回到工作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下，我觉得换季之前，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季节看这组牌啦哈，可是我觉得换季之前就会有一些新的改变了，还有工作的感觉淡化了之后，就是可能到了尾端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别的行动了，因为他跟你的熟悉度，跟你对他的熟悉度已经变高了。我必须说，你们两个谈工作或是各方面，这个时候不是你们两个自己两个人啦，都会有别人啦，都是3到4个人以上的状况啦，所以你们很少有就只有你们两个的对话，那个主题是只针对你们两个的对话哈，很少。那当开始有这个机会，你们两个可以自己聊天或是聊工作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去创造别的支线去聊工作以外的事情。我必须说，你们的关系它确实是有一个新的旅程，它一定要先从朋友开始做起这一件事情。我说的朋友不是工作上这种伙伴了，他是真的是朋友的做起，他会创造很多对话，然后他会在某一种很熟悉、舒适的状态的时候，他还是一样。我觉得这一组比较像水能量爆发，他还是会直接告诉你，他其实是喜欢你的，然后就会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你们的和谐度就会在这里把你们推进新的阶段。我觉得你没有什么抗拒，你会很舒服，也很开心，只是你没有预料到是他。可是他告诉你之后，你就会觉得，是他也不错，这样子。好，那最大的讯息啦，在1号牌，它非常常出现在你附近近期。你可以感觉一下，但以我们这个频道的原则就是不要说破，不要说破。基本上你本来就不该来看这组牌，把这件事情说破，一定有些人被说到了。那不要说破，静观其变，好好的感受这个东西的酝酿。除非他突然不见了，他工作要结束，他转折，他没有跟你联络的时候，你再感觉一下。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虽然有一些其他小小的讯息，我觉得太杂了，还是不要传达出去。我觉得就把这个比较强的讲出来就好了。那就先这样。那谢谢你来听了。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今天题目是谁将要告白了。那我们一样来寻找一下现在你们两个之间所处的一个状况了能量的状况。来用这组5张来看一下这里好，这一组比较特别，我想看一下现况。我直接从现况来看这里哇，2组牌都给这个，2组牌都给，有点担心2组牌走向都处在一种现在不适合告白的状况所以我先翻一下。好，我大概知道了。他其实要告白了，他其实准备好了，但他正在选择方式，正在选择地点，正在选择什么情况。他心态上那方面准备想试看看，我觉得这比较像是试看看，因为他9到2，那个能量不强想试看看，所以他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做一些比较浓度比较小的表达，就是可能多做一些小事情。我觉得他不会到一些，他会先做一件小事情来察觉一下你对于他的这种有一点点喜欢的表达，你的反应是如何。
不过我这边看到的一个反应是，你应该不会发现。我甚至也没有觉得你好像会惊讶，不知道是他做的不够多，还是你不会联想到他是他。我看一下这个，哦，你不会察觉耶，哦，你不会察觉是他做了什么，或是他其实是喜欢你。我跟你说，都是火能量哈，我甚至觉得他有做了，他已经试过了，有可能，但是因为火能量会有这个趋势，但是火能量又太少，所以我会觉得他是快要去试看看。那今天你被点破了，你可能会得到你的反应，然后你可能会开始发现或是察觉、注意、等待谁要有所动作哈，这就是有时候先看牌的坏处了。那至于这个角度，我认为他已经有偷偷表达过了，可是表达的力道很浅很小，很浅很小哈。来，我看一下，哦，的确很浅很小哈，而且确实是我刚说的是在试探型的试探你的反应。好啦，我虽然刚讲两条路哈，他将要做跟他已经做，我觉得现在4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他已经有偷偷做过一些小的了，然后他接下来还会再做。那接下来做的时候的力道会再强一点，你会发现他喜欢你，因为他做的会有点太明显。因为上一次的你的没发现让他觉得他做的不够明显，所以应该啦，这一个人的告白是会在行动上的慢慢让你发现，有个人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这样。可是他也不会做的很隐晦，他在某个角度，我觉得他在练习跟习惯对你好。怎么节奏非常慢？主要是因为是保健室哈，那个能量跟方向就是不会快啊，快不起来，他就是只会这样慢慢的。我觉得他比较偏向他在练习，在对你好。为什么说是练习？他不是在练习自己要怎么对你好，他是在练习接住你的反应。好，大家练习接住你的反应来，很好。这个时候出现圣杯骑士，我跟你说，这组是慢慢的就在一起了。他的告白不是那种突然告诉你说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好吗？不是这个，他会一点一滴的对你好，你会发现你怎么就跟他在一起了，是这样子哦。这张牌讲的是你们两个中间的和谐性，你们两个中间的能量的和谐是非常高度的爱情浪漫。可是这个爱情浪漫的氛围跟这个空间是他慢慢一点一滴的创造出来的。这里说这几张牌的能量都很淡、很细、很小，加上女祭司牌定义了现在的状况是属于一种绝对冷静，所以你们关系的成长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确实很精致的，好，很稳定的。那如果他表达或是为你做一些事情，让你很明确知道他喜欢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你旁边用喜欢你的角度陪在你旁边，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哦。因为我跟你说，他这个成长节奏很慢嘛，所以你会发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他的对你的喜欢已经超乎你的想象了。哦，我只能这么说哈。来看一下，好，我发现我知道你们两个为什么进展这么慢了，因为你们两个是很不一样的人，他花很长的时间去摸索，所以我才说他一直在练习接住你的反应，他在练习怎么对你好，因为你有很多逻辑、价值观跟反应都不是他自己的，或是他所习惯的，对他来讲，你很陌生，你的性格各方面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出现过，我觉得应该算是没有出现过。如果你感觉到
这个人的喜欢，然后你也觉得你们很近了，其实就跟我刚刚前面讲的，他已经喜欢你很久之外，他也花了很长时间去摸索这一条路哦。所以在我看来，他在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就对你有这个心意了。只是以这个节奏感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仔细、很细心的人。在未来你们相处上、在一起上，可能他就是一个很细心、很仔细的，甚至很爱干净。因为我一直感觉到某一种很白色、很纯净、很对齐的能量啦。只是有个小缺点，他很多东西跟反应、跟情绪都是被压抑、跟控制、跟约束的。他有自己很强的原则，他不会让自己失控或奔放起来，照着情绪走，他不会。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很温的人，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所以不知道你的个性是什么，但是如果你需要他有很强很多的反应的话，你必须要去挑逗他，把他带出来，把他勾出来，把他调出来，才有。情绪上他算被动，可是不代表他不浪漫，他其实蛮浪漫的，只是他的反应是被动的，但是他的主动性是一种很潜在、慢慢的、潜移默化的。他没有，他对你的好，他没有要你立刻知道。他的点比较像是在，我知道这是对你好的，然后你也不需要因为知道这是对你好的，我对你好，所以你必须要有所回报，或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反应让我觉得开心。他不需要，他只知道说你得到了。好，那只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还是太不一样了，所以他练习蛮久的，才找到一个方法，让你明确感觉到他喜欢你了。哦，所以回到最初，我们讲，我跟你说，他其实已经做过了，确实是他有做过了，对你表达喜欢，或是他对你好，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让你不，他前面做很多对你好的事情，他并不是要让你知道他喜欢你，而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只是想要对你好，然后这一步一步练习到对他来说，所谓的告白就是让你明确知道他喜欢你的那个境界。好，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用嘴巴说的人，他确实用行动上的人。那这一组不需要你的敏感度去敏感察觉到他喜欢你，因为他会决定要让你知道的点，他会要做什么事情。好，所以你这边就给他，我不知道你要给他什么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来看一下哈。即便你们两个非常不一样，那合适度跟各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先从比较刁钻的位置看哈。哦，这张一直要抢先，那我就看这张。哦，我看一下。你们互补性很强，哦，你们互补性很强，哈，你们各自身上都拥有彼此缺少的能量，哦，特色，你们互补性很强。那只是情感上的默契比较薄弱，哈，需要慢慢的培养了，哈。就是白话一点，就是举例，你们看电影会哭的点差很多，哦，这个点大家就知道，就是你们情绪上的那个地方比较不一样。但是在生活上、食物上、相处上，你们互补性很强哈。就是如果你们一起旅行哦，两个人都能够注意到不同的点哦，然后互相帮忙，然后一个人累的时候，一个人在某些事情上会容易感觉到累的，另外一个人却没有那感觉，反而会很勤奋哈。差不多讲，所以就是一个很互补的状态。时间节奏上是吻合的，还好这一点是不错的哈。生活作息啊，各方面的这种生活节奏感也是对的哦。比较两个人相处比较不需要太多的互相配合，哦，在节奏上、频率上是合的，只是擅长的部分比较不同，哦，才会造成两个人比较互补了。那你们两个，他虽然很喜欢你，但他对你敞开心房、讲自己的秘密的节奏不够快，也要非常后面的时间。要达到某一种他自己心里的突破，他才会跟你说你也是哈。我现在讲不是他，你也是。我要讲的是你们两个在心灵上的交流这一件事情会拖得比较后面，
讲很多的秘密，讲很深刻的事情，很伤心的事情，会比较后面才会讲。有可能要到1年多之后才会有更深入的事情出来，前面都会比较像是交往，所以两个的交往期，如果他告白之后，感觉到交往期也比较长。那前面有说你们两个会比较像是慢慢的就在一起，其实是你们会慢慢的发现你们两个其实是像在交往一样，节奏上是这样。那也没有不好，只是你会发现你真的认识他了。可是其实已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了，好，认识真正的他这样，因为他的部分真正伤心的事情不太快讲出来，而且讲出来的时候也不会完整的就告诉你他有多难过，他会一点一点的才会让你知道，其实他对某些事情是难过的，比如说家人的事或什么这样，那就是要花非常长的时间。因为你们不太像是每天都会讨论，有点像是内在心灵世界的人。你们很多的时间都花在相处、行动上，一起去哪里这样子。所谓的心灵内在的对话没那么多，讲的东西都是一些比较生活的、表面的、比较淡的东西，才会在讲100次中间才会讲1-2次内在的事情，才会这样慢慢累积。所以我才说你们内在的东西累积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哦。但是相处起来很舒适，你会觉得很舒适，你会觉得这是你期待已久的平静。好，那你偶然会期待更强的热情，可是当你回过神来，你会发现平静更好，这就是这个人能给你的。好，这组牌很特别，这组牌我觉得没有翻很多，我已经讲非常多了。好，来再翻3张哈，我再翻另外3张来看一下。3张的角度会比较正能量一点的，我看他们怎么诠释。好，那我想一下哈，12、7、8，要放一点啦，好。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弦外之音在提示说，感情的你们2个，或是你跟其他人，我不知道，但这边有一个讯息在讲说，你发现你跟某些人的情感内在交流的节奏速度比较慢的时候，不要急，不要急，你要试着回想一下，也许是你自己内在有一些放不开的东西，你没有先拿出来做交换，所以别人也很难跟你交换哈。那这一组特别是这样。在这一个方面，反而你们2个蛮像比较相像的人。你们对于情感的东西，有某一块很重要的那一块，不会轻易拿出来讲，可能会藏到非常非常非常久才会拿出来讲。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们2个的某种默契，知道这个不是能够轻易拿出来去接住的东西。然后你们的默契上也明白，愿意接跟接得住是2回事，所以你们后面真的如果有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要2、3年、4年之后，才真的能够触碰到彼此最伤心难过的点。好，那这组即便喝酒有一点点放松，也不一定会讲出来。可是从这个点，我看到一个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们有很强的持续性，因为你们的稳定性让你们2个可以拉得比较长远。所以在这个点这边做的提示是，如果内心包括你自己有些难受很深的，希望被了解的点，一直没有被理解的时候，也不要轻易的拿出来做交换。好，他会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点让你知道说这是可以交换的时间点了，这个是你们2个人相处的重点哦。但在这个交换的之前，它反而制造了某一种你们2个能够一直很稳定相处下去的能量，因为它有一种很强的神秘感拉住你们，很像在为彼此保护某种内在的某个最小的、最深的，也许也是最真实的自己的那一块灵魂。你保护他，他保护你，让你们彼此都知道有这样子。
它也让你们两个产生了某种奇妙的距离感，那个距离感反而有点加分，让你们更加的喜欢彼此。这组不需要靠非常理解对方来增进感情的浓度，反而有一种很奇妙的默契，维持着你们的关系是一种比较淡的感觉。相较于之前你所经历的爱情来说，我觉得你今天会看到这张牌，表示你有成熟到理解这一份淡跟安静是什么。也可能是你还没经历到，可是这个阶段是需要经历这件事情的。这一组很特别，我觉得这组讲到这边，我觉得这个要告白的人，反而在某方面来说是你需要遇到的贵人啦。只是，我讲了这么多，你会发现一个重点，他不会最近或现在跟你告白，还没到那个时间点。但是你今天看完牌之后，你会发现，你大概会发现这个人的存在。可是你也会发现他还没有要告白，而且也会发现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他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在酝酿，你会明确感觉到。好，那就是2号牌的朋友就不多说了，就说到这那我们一起期待了一起期待。我觉得这能量在附近盘旋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